从暴涨到腰斩，市场的态度在短短1个月内反转。这场上涨更像是一场叙事狂欢，而不是业绩支持的上涨。Figma 正在从工具变成平台，从设计软件变成协作操作系统。问题是，在高估与高期待之间，这家公司还能走多久？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家公司 Figma， 它被称为设计界的 GitHub， 彻底改变了设计师的协作方式。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会带你从7个维度看懂 Figma。听完这期，你就能判断 Figma 是下一个 Adobe 还是被高估的 SaaS 神话。那我们先从最直观的部分开始，那就是股价表现。毕竟市场的第一反应往往最能展示出投资者的真实情绪。那 Figma 在2025年7月31日的时候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是 FIG， IPO 定价每股是33美元。但是呢，就在上市首日，股价直接起飞，盘中最高冲到 142.92 美元，收盘也稳定在了115美元以上。也就是说，一天涨幅超过了 250%。这个场面堪比当年的 Snowflake 或者是 Rivian。那媒体呢，纷纷用硅谷最火 IPO 来形容它。社交平台上，设计师、投资人甚至是 AI 从业者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这是不是 AI 叙事的又一个奇迹？不过热度很快就降温了。8月到10月的时候，股价从高点一路回落到了50到60美元区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就开始冷静思考这家公司值不值得当初的狂热。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场首日暴涨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推动，是基本面还是情绪。那 Figma 在 IPO 的前一天，也就是2025年的7月30号的时候，在官网发布了一个公告，里面就提到明天我们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FIG， 发行价33美元。这条消息一出，立刻在 Twitter 和 Reddit 上刷屏了。因为这个不仅仅是2025年下半年来最受关注的科技 IPO， 这个更被认为是设计软件赛道里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你要知道的是， Adobe 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尝试以200亿美元收购 Figma， 但是呢，最终被监管部门阻止。所以这次上市也被外界看作是 Figma 摆脱收购阴影，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那分析师当时普遍认为，这次上市的成功标志着 SaaS 估值的回暖，但是也有人警告，故事讲得太满的话，兑现压力也会更大。那在上市初期的那几天， Figma 的走势堪称是过山车的，它从开盘的85美元一路飙到了142美元，然后又迅速回落。那背后呢，其实有2股力量在推动它。第一个就是供给稀缺。Figma 这次 IPO 的流通股数量并不多，市场上能抢到的筹码也很有限，自然就推高了价格。第二点呢，是叙事热度。那投资者对设计协作加云端加 AI 的这个组合是极度看好的，尤其是在生成式 AI 爆发的2025年，任何和 AI 沾边的公司都会被情绪放大。这波爆发既有技术面的因素，也有情绪面，也就是 AI 题材的推动。那所以换句话说，这场上涨更像是一场叙事狂欢，而不是业绩支撑的上涨。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接下来的股价会明显回落，那就是当热度退去的时候，估值开始回归了现实。所以说在8月的时候，它迎来了快速的回调。那短短几天内，市场情绪开始转冷。比如说在8月4号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 Figma 的市值缩水大约110亿美元，从高点回落，不是因为公司基本面突然间变差了，而是因为投资者开始意识到33美元的发行价飙到140多，其实是涨得太快太猛了。那到了9月初， Figma 发布了它的第一份 IPO 后的财报，也就是2025年第2季度的财报。虽然说营收增长强劲，但是股价仍然下跌了大约 20%。 那根据 Travis 的分析，到10月初为止， Figma 股价从高点回落超过了 50%， 这意味着首日买入的投资者几乎一半的浮盈都已经蒸发。那为什么从暴涨到反转，市场的态度会在短短1个多月内反转？其实呢，这一轮走势可以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飙升期。Figma 上市的时候，市场对它的预期极高，投资者相信它代表了设计协作和云端和 AI 的未来。那这种成长故事让它在首日就爆发，再加上 IPO 供给有限，流通股紧张，
情绪一旦点燃，就形成了典型的供不应求式的暴涨。但是到了调整阶段，现实就开始回归了。虽然 Figma 在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营收同比增长了 41%， 增长依然强劲，但是市场开始担心这种高增长能持续多久。那在很多的研报里面提到 Figma 的增速在放缓，订阅扩张速度开始趋缓，再加上锁定期风险开始被提及，部分早期股东有抛售的预期，这些都让股价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所以换句话说， Figma 是从情绪驱动到业绩检验。那么冷却之后呢，市场会放弃它吗？其实是并没有的。到了9月和10月呢， Figma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横盘整理。那这个时候的股价基本上稳定在了50到60美元的区间，这个阶段的走势其实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市场不再盲目追高，但是也没有彻底悲观离场。那估值指标方面，无论是市销率还是市盈率，都显示出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它的真实增长潜力。所以简单来说，大家依然认可 Figma 的长期故事，只是短期的预期已经被压缩回现实。那么其实到这里 Figma 呢就经历了从暴涨到回落到横盘的一次完整的标准的 IPO 3段式走势了。但是就在10月份，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原本在整理区间徘徊的 Figma 突然迎来了一波短线的反弹。进入10月初的时候，股价从55美元附近一路上扬，在短短几天内冲上了68到70美元区间。那这波反弹其实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几条重磅消息触发。第一条消息就是来自10月6号 Figma 宣布旗下协作的白板产品 FigJam 即将正式接入 ChatGPT。这个就意味着用户只需要输入一句自然语言指令，系统就能够自动生成流程图、思维导图，甚至是项目关系图。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让 AI 帮你画出团队脑图。那这条消息一出，社交媒体立刻炸锅，大量设计师和产品经理在 X 上分享截图。有人说这个功能直接把我半天的会议省了，也有人调侃到 Notion 和 Miro 都要小心了。而资本市场的反应也是非常迅速的。这个呢，不只是一次功能更新，而是 AI 协作落地的标志性事件，所以市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了。那第二条消息呢，就是发生在10月8号 Figma 又发布了 AI 设计代理 AI Agent 的升级版。这一次它不只是做协作，而是深入设计流程本身。AI 能自动识别界面元素，生成代码样板，并与开发者工具链无缝整合。这意味着设计师可以直接让 AI 理解他们的构思，在一键生成可用的前端组件。那么对于整个设计到开发的工作流，这是一次质的跃升。不少业内分析师评论说， Figma 不只是一个设计工具，它正在变成 AI 原生的开发入口。那这句话其实是在技术圈引起了一个强烈的共鸣。那第三条消息呢，是来自10月9日 Figma CEO Dylan Field 在一场硅谷的 AI 设计峰会上公开发言。他说 AI 不会取代设计师，只会让设计师更强。那这句话被各大媒体引用，甚至登上了 TechCrunch 和 Bloomberg 的科技版面。他进一步解释到 Figma 的愿景不是让 AI 取代人类创造力，而是让设计师能把 80% 的重复劳动交给 AI， 把精力留在构思、表达和决策上。那么市场听完这一番表态，信心就明显回升，因为它回应了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 AI 是否会吞掉设计行业。Dylan 用一句话把 AI 变成了赋能的故事，而不是替代的威胁。于是在这连续3天的利好刺激下， Figma 的股价在10月上旬强势反弹，成为当时 AI 板块中表现最亮眼的科技新股之一。不仅散户在买，机构资金也在重新布局。所以你可以看到，成交量在10月6日到9日之间显著放大，说明这一轮反弹不仅仅是短线炒作，更是市场对 AI 协作赛道信心的重新定价。于是在这3条 AI 利好的推动下，很快就出现了转折。进入10月中旬，股价在65到68美元区间震荡。一开始市场情绪依旧高涨，但是到了10月10日之后，买盘的力量开始减弱。原因很清楚，第一个呢，就是 AI 利好消化完了。在短线炒作之后，投资者发现虽然功能更新频繁，但是暂时看不到明显的营收增量。AI 能带来效率，但是离变现还是有距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新的风险又出现了。公司在10月15日的公告中说，部分限售股将在11月7日解禁。
这个就意味着早期股东和员工可能在财报前后会选择套现，市场立刻开始担心短期供给增加，抛压上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资金面开始转向谨慎，在经历一轮快速拉升后，不少短线资金选择获利了结，成交量在10月10日后明显萎缩，买盘动能不足，股价也从高位逐渐滑落。那这一阶段的走势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那就是消息面利好出尽和资金面的收缩。所以就是正如 Travis 的分析指出，这波调整更像是短期多头的换手，情绪主导而非基本面转弱。那么到了10月中旬以后， Figma 股价继续下探，从65美元一路跌到55美元附近，几乎把上半月的涨幅全部吞回。根据 MarketBeat 10月20日的报道， Figma 的股价当天下跌了 3.9%， 收在了 54.63美元。分析师也将目标价略微下调，并指出市场对即将到来的财报预期偏保守。这时投资者最担心的两件事叠加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解禁临近，流通股可能增加，第二个是财报临近，而 Figma 暂时缺乏新的业绩亮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短线资金选择撤回，股价重回55美元支撑位，成交量萎缩，说明市场进入了观望期。10月的这一波行情呢，其实是一场典型的消息驱动循环，利好推动，预期升温，兑现调整，再到财报前横盘。那更深层的逻辑就是，市场已经从高预期阶段进入了验证阶段，投资者开始不再为 AI 故事付费，而是要看到实际的收入增长、客户留存和现金流的改善。在这种高估值的背景下，任何小幅增速放缓或者是盈利指引偏低，都会被市场放大解读。那整理阶段的出现其实是必然的，几乎所有刚经历爆发式 IPO 的公司都会在热潮退去后进入这种回归理性的过程，而 Figma 正站在这个拐点上。目前55美元已经成为它的短期支撑位，接下来的关键点只有一个，就是它的第3季度财报。那如果财报超预期， Figma 可能会重新点燃市场热情，但是如果数据平平的话，那这轮从 AI 叙事到现实检验的旅程还会继续拉长。从这一轮10月行情我们可以看到， Figma 的股价在讲故事的阶段极具张力，但是市场现在要的是兑现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看看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它的商业模式、营收结构和 AI 布局是否能足以支撑现在的估值。 Figma 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弗吉尼亚的旧金山，也就是无数硅谷传奇故事开始的地方。他的2位联合创始人是 Dylan Field 和 Evan Wallace， 都是斯坦福出身的计算机天才。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设计协作软件不能像 Google Docs 那样在线实时多人编辑？这个就是 Figma 最初的出发点。12年后，这家公司从一家创业小团队成长为一家市值约273亿美元的上市企业。它的股票代码是 FIG， 上市时间是2025年7月31日，也是近几年市场上最受关注的 SaaS 新股之一。可以说 Figma 的崛起是云端协作从办公、文档扩展到设计领域的标志性事件。那它凭什么在短短10年里颠覆传统设计行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清楚 Figma 的公司定位和使命。Figma 的使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Make design accessible to everyone， 让设计对每个人都更开放、更高效。它的愿景并不仅仅是做一个设计软件，而是要成为连接设计、产品与工程团队的协作平台。它的核心理念有2个关键词：实时协作和云端设计。那在传统桌面设计软件的世界里，每个设计师都像在孤岛上工作，文件需要导出、传输、审批，一来一回耗时无数。Figma 则彻底打破了这个模式，它让设计师、工程师、产品经理甚至营销团队都能在同一个浏览器界面里实时协作。当一个人改动界面的时候，其他人能立刻看到变化，就像 Google Docs 那样。正是这种云协作和及时反馈的体验，让 Figma 迅速在设计师群体中走红，也成为远程办公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 Figma 的故事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12年 Figma 成立，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就是基于浏览器的设计工具。这个在当时听起来是非常疯狂的，因为那时候几乎所有设计软件都是本地安装，比如说像 Adobe 或者是 Sketch。那 Figma 的想法其实直接挑战了 Adobe 的旧世界。
第二阶段是2016年正式公测 ，Figma 推出了多人实时协作功能。这项功能让设计师们第一次体验到多人同时在一个画布上设计的震撼感，它迅速在全球设计社区中爆红。第三阶段就是2021年推出了 FigJam， 这是一款在线白板工具，用于头脑风暴、产品规划和团队会议。这一步让 Figma 从设计软件扩展为协作平台。第四阶段就是2022年 Adobe 宣布计划以200亿美元收购 Figma， 这笔交易如果完成，将成为 SaaS 历史上最大的并购之一。虽然最后因为监管问题被叫停，但是它让全世界知道，连 Adobe 都认为 Figma 是威胁级的存在。那么到了第五阶段，也就是2025年的7月 ，Figma 成功 IPO， 从创业到上市整整经历了13年。Figma 成为继 Snowflake 之后最受瞩目的 SaaS 新股之一，可以说它已经从颠覆者变成了行业标准。那它现在的业务到底是什么？谁在为它买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商业模式其实非常典型，是属于 SaaS 订阅制的，用户按月或者是按年付费，根据使用人数或者是团队规模来计价。它的主要客户群体包括产品经理、UI/UX 设计师、工程师、教育机构与企业团队等等。从使用场景来看， Figma 已经不只是设计师的工具，而是整个团队协作的中枢平台。在产品组合上，它有 Figma Design、Figma Jam、Dev Mode 和 AI 功能。Figma Design 是核心产品，用于界面设计、原型制作、交互开发，可以直接替代 Sketch、XD 等传统桌面工具。Figma Jam 是团队头脑风暴和白板协作工具，是远程会议、设计评审的核心场景。那 Dev Mode 呢，是连接设计与开发，让工程师可以直接从设计稿中获取参数、CSS 代码，极大减少前端对接沟通。AI 功能是近年来推出的，它包含自动布局、文案到界面、生成素材等工具，让设计效率进一步提升。这个也是 Figma 被纳入 AI 协作赛道的关键。Figma 的主要收入呢，是来自付费订阅和企业版本。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客户粘性强，续订率高。一旦团队在 Figma 上搭建了协作体系，迁移的成本就极高。因此来说，它的营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更接近高毛利加长期订阅的典型 SaaS 模式。那我们刚才提到 Figma 不仅是靠协作起家的，它真正的竞争力是在短短几年内构建出了一整套围绕设计、协作、开发和 AI 的完整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一款设计软件了，而是一个贯穿创意到交付全过程的生产力平台。那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出 Figma 的产品矩阵主要是由这4个核心模块组成的，这4个模块共同构成了 Figma 的完整闭环。举个例子，一个团队在 Figma Jam 上头脑风暴画流程图，再进入 Figma Design 设计界面和原型，之后切换到 Dev Mode 上，让工程师直接提取参数和代码，最后用 AI 工具生成素材、优化布局，整个过程不需要离开 Figma 生态。这个就是 Figma 从单点设计工具升级为设计加协作加 AI 开发平台的核心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几个核心产品。好，我们现在来切换一下这个界面。我刚才所提到的 FigJam 它正式接入 ChatGPT 后，我直接在 ChatGPT 里面输入了一个自然语言命令，然后呢就让它生成了一个 Figma 整体的产品生态圈图。它整个界面我们就不讲太细了，主要是带大家快速感受一下 Figma 这个平台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Figma Design， 它呢就是 Figma 的核心，也是它最早成名的产品。Figma Design 提供的是完整的 UI/UX 设计、原型制作和实时的协作功能。它最特别的就是多名设计师可以在同一个画布上工作，实时看到彼此的修改。那么目前呢 Figma Design 已经成为了设计师的标配，无论是网页端还是 APP 端，还是像 Netflix、Zoom、Airbnb 这样的企业客户都已经全面采用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Figma Jam。Figma Jam 呢，主要是用于团队协作之间的头脑风暴、项目规划和流程可视化。很多人会把它和 Miro 还有 Notion 的白板功能相提并论，但是 Figma Jam 的最大优势是在于它和 Figma Design 之间是完全打通的。比如说，一个产品经理在 Figma Jam 上画流程图，然后可以直接转化为 Figma 中的界面骨架，再加上近期接入 ChatGPT 和 Figma AI 功能，
团队甚至能让 AI 自动绘制思维导图，生成任务流。这个让 Figma 的用户群从设计师拓展到了全职能团队，成为跨部门协作的核心平台。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直接在 ChatGPT 里让 Figma 生成的他自己的产品生态圈图。我给他的只是一些很简单的指令，比如说图示建议生成产品生态圈图，中心是有 Figma logo， 然后呢，它会分为 Design、Figma Jam、Dev Mode 和 AI Extension， 让它来做图。当然，我没有再细说图片的风格以及其他的细节。同时我也可以点击 Edit in Figma， 就跳转到了 Figma 面板，然后我可以在里面再进行编辑和操作等等。好，看完这个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介绍。接下来就是 Dev Mode。Dev Mode 它其实是2024年推出的重点板块，主要是用于连接设计和工程之间的鸿沟。那么在过去设计稿交付给开发时，往往存在两大痛点，一个是开发者需要自己量尺寸对齐样式，第二个是沟通成本极高，改一个像素要来回确认。那 Dev Mode 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能自动导出 React、Swift 和 CSS 等代码，工程师点击就即可读取参数，实现无缝交付。这个让 Figma 从一个设计工具变成了前端协作基础设施。尤其是对大团队来说，这部分功能几乎是生产力倍增器。最后就是它近年来发展最猛的板块 AI 系列功能。AI 功能分为4个方向，第一个是 Figma Make， 它是从文本直接生成界面原型。第二个是 Sites， 这个 Sites 呢可以从设计稿一键生成网页。第3块就是它的 Buzz 是面向团队营销和创意协作。最后一块就是 Draw 功能。Draw 可以智能辅助矢量绘图，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 Figma 的智能设计引擎，它让原本需要数小时的手动设计，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初稿。而这个正是 Figma 被重新纳入 AI 概念股的关键原因。它不只是用 AI 加一点效率，而是在尝试重塑整个设计生产流，所以整合成了清晰的使用场景矩阵。Figma Jam 对应协作与构思， Figma Design 对应创作和可视化， Figma AI 和 Dev Mode 对应生成和交付。这套组合让 Figma 几乎覆盖了产品从0到1的全部环节。那对用户来说，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在 Sketch、Miro、Notion 或者是 VS Code 之间来回切换，只需要一个 Figma 账号就能完成从头脑风暴到线上交付的全部过程。那么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 Figma 的商业模式，它采用典型的 Freemium 模式，从免费用户到企业订阅共分为4档：免费、专业、机构和企业。其中企业版按照席位订阅，也就是说每多一个活跃成员，收入就会线性增长。这个让 Figma 具备天然的规模效应，并且形成了极强的网络护城河。一旦团队建立在 Figma 生态中，迁移成本就极高。Figma 的盈利模式非常典型，它属于高毛利的订阅制 SaaS 模式。商业逻辑就是免费切入，然后到升级订阅，到企业合约。换句话说，它先通过免费版本吸引个人用户和小团队，当团队人数增加，协作需求变复杂，就会被自然引导升级为付费计划。Figma 的增长核心叫 Land and Expand 策略，先让小团队落地，再逐步扩展到整个企业。比如一家公司的设计部门先用，后来工程团队、产品团队甚至市场部门也都进来，订阅规模就会几何式的放大。那这种层层递进的结构让 Figma 在 SaaS 行业中非常稳健，用户越大，留存越高，收入就越黏。那根据投资者关系报告， Figma 的高价值客户增长强劲，年付费超过1万美元的客户达到11906家，年付费超过10万美元的客户有1119家，净美元留存率 NDR 达到了 129%。 这意味着老客户平均每年还会多花 29%， 毛利率维持在 88% 到 91% 之间，这个在 SaaS 行业里属于顶级水平。 Figma 模型的优势非常清晰，高毛利、低边际成本、现金流健康。它的自由现金流转正目前约占营收的 24%， 说明公司已经具备了可持续盈利的基础。我们再来看财务表现，截至2025年第2季度， Figma 的营收达到了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 全年营收预计可以超过7亿美元。虽然看似没有爆发性增长，但是它保持了稳定的 40% 多的年增速，并且盈利开始转正。
运营利润率从2024年的负1%提升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的正1%。在非 GAAP 口径下，运营利润率约为5%，自由现金流率从20%提升到了24%。这个说明 Figma 的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它的增长模式已经从烧钱扩张转向健康盈利的阶段。而当前市值约为272亿美元，对应的市销率仍然处于高估值区间，市场显然在压住它的持续增长能力。那推动这一增长的有2个核心引擎，就是高价值企业客户升级和国际市场扩张。我们来看数据，美国市场约占营收的50%，大约是3.7亿美元，国际市场也占50%。而月活跃用户中有85%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化潜力极大。那在客户结构上，我们刚才提到年付费超过1万美元的客户接近 1.2 万家，那年付费超过10万美元的客户突破了1100家。企业客户每年增长约为 47%， 已经成为营收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产品结构上， Figma Design 模块仍然是核心收入来源，那 FigJam 和 DevMode 增长最快，而 AI 模块呢，则被视为下一轮爆发的潜在引擎。换句话说， Figma 已经从设计师工具成长为企业级协作平台。整体来看， Figma 目前处于一个典型的 SaaS 成长期临界点，但是盈利与多元化仍在路上。那么有几个关键判断点，第一个就是核心产品线清晰，生态协同性强。第二个就是营收持续保持在 40%到 50% 的增速，现金流健康。第三个呢是盈利刚刚转正，估值仍然反映高预期。第四个是企业级客户扩张加国际市场渗透，这个是未来的主线。第五个是多元化方向，其中包括 FigJam、DevMode 和 AI 板块。与此同时，挑战也存在，比如说增长放缓的风险、解禁期带来的抛压，以及高估值阶段的兑现压力。所以总结来看， Figma 正在从设计工具迈向多元化、国际化的企业协作生态。它的下一个考验不在于能否讲好 AI 故事，而在于能否在全球范围内真正把设计协作变成下一代办公基础设施。那么前面我们讲的是 Figma 自身的产品矩阵和商业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视角拉远一点，来看一下整个全球设计协作行业的规模和趋势。我们先来看大盘，全球的 Collaboration Software， 也就是协作软件市场，在2025年的规模大约是146亿美元，虽然整体增速只有 3.4%， 但是在这个大盘里，有一个细分赛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平均，那就是 Design Collaboration Software， 设计协作软件。这个子市场在2025年规模大约是38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会增长到151亿美元，也就是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15%。这意味着未来10年，整个办公协作的增量都会从单机工具转向云端协作。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个行业的增长？我们可以在 Figma 里直接用一张结构图来看一下趋势和逻辑。你看，在这张图里是整个的软件协作市场。那么到了2025年，规模大约是146亿美元，其中设计协作软件市场占到了38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翻倍到85亿。再到2035年达到151亿。那这条增长曲线的背后其实是由3条主线在驱动的。第一个就是 AI 设计， AI 让设计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了。第二个就是云端协作，不再需要桌面软件或者是本地安装。第三个呢就是远程办公，让团队分布式工作成为了常态。与此同时，传统的桌面工具正在加速退场，比如说 Adobe XD、Sketch 的市场份额正在持续下滑。行业标准正在从桌面端转向浏览器端和 AI 驱动端。换句话说，浏览器端和 AI 协作已经成为了设计行业的新基础设施。那么刚才我们从行业趋势的角度看了云端协作的高速成长，接下来我们回到竞争格局里，看一下 Figma 在这场设计协作的 AI 竞赛里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第一个就是传统巨头，比如说 Adobe， 它依然以桌面端为主，虽然整合了 Firefly AI，但是整体重心还是在 Creative Cloud 内部的体系里面。第二个就是新兴协作类，比如说像 Canva， 它切入的是非设计师用户，最近推出了 Canva Enterprise， 希望往团队协作方向走。第三类呢就是专业设计类，比如说 Sketch， 它是曾经的 UI 设计标准，但是受限于 Mac 生态，协作能力比较弱，云化转型明显放缓。
第4类就是开源替代类，比如说像 Penport、Focalboard， 它是以免费和社区驱动为主，能吸引一部分中小团队，但是难以规模化。而 Figma 所处的类别是最后一行，是垂直整合类，它完全基于浏览器端，同时覆盖设计、协作、开发和 AI 原型，并通过 DevMode 和 FigJam 构建了一个完整生态。也就是说 Figma 已经不只是工具，而是一整套协作平台。那行业现在呈现出了2个明显特征，一个就是集中度中等，但是 Figma 在细分赛道里已经是绝对主导。第二个就是竞争焦点从功能堆叠转向生态平台和企业方案了。支撑这场竞争的其实是技术和工作方式的双重变革。第一个就是混合办公常态化，团队越来越分散，跨区域跨部门的实时协作需求急剧上升。第二个是云端工具渗透率提升，浏览器加 SaaS 成为了新主流，设计软件不再依赖本地安装。第三个是 AI 正在重塑设计流程，现在的设计师可以用生成式 AI 自动生成界面素材，甚至让设计开发自动衔接。那 Figma 的 CEO Dylan 在2025年10月的采访中说过一句话， AI 正在让设计师、工程师、产品经理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句话其实揭示了4个趋势，那就是设计与开发的融合，设计师不再只画图，而是在构建产品逻辑。最后一点就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为团队级协作工具支付更高的预算，这个正是 Figma 能持续盈利的底层驱动力。当然，这个行业并不是没有隐忧的，几个风险点值得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就是货币化压力，免费的用户转化有限，企业升级周期长。第二个是竞争加剧， Adobe 等巨头持续压价，定价战更加激烈。第三个是增长趋缓风险，市场开始饱和，新场景拓展难度上升。第4个是产品同质化，云端协作门槛不高，生态护城河需要强化。第5个是估值兑现风险，高估值 SaaS 一旦增长不及预期，会被快速压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国际市场挑战，海外付费率低，支付与合规的难度高。所以 Figma 所在的赛道依然是高速增长，但是竞争和兑现压力也在同步上升。所以最后我们回到这张总结页来看， Figma 的定位已经从设计工具进化为跨智能 AI 协作平台。它的行业地位可以这样概括，它是云端设计领域的先行者，占据浏览器端主导。它拥有强社区和产品自增长的机制，它是高毛利和正现金流，保证了可持续扩张的底气。那未来的增长方向 Figma 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第一个是横向扩张， FigJam 和 DevMode 打通了产品全流程。那第二个是纵向整合，它推出了 AI 原型生成、设计系统管理与代码集成。第三个是国际化纵深，重点提升海外货币化。第4个就是生态建设，它的插件、社区、开发者平台形成了护城河。所以 Figma 正在从工具变成平台，从设计软件变成协作操作系统。未来3年，它的竞争关键不在功能更新，而在于能否用 AI 与生态重新定义团队协作边界。Figma 作为协作设计领域的领军者，已经建立起非常坚实的产品和生态壁垒。但是与此同时，在高速增长阶段，它也面临着行业竞争和市场预期的双重压力。那这张图就可以看出，它的护城河和风险其实是一体两面。内部优势就是产品、生态、增长模式和财务韧性，外部挑战是竞争、估值、国际化和货币化风险。Figma 的第一道护城河在于浏览器端架构和 AI 协作，它是 Cloud Native 的架构，不需要安装，同时可以多人实时协作。相比较 Adobe 这类桌面产品，更新快，延迟低。第二个呢是它是一个跨职能协作平台，设计、产品、工程可以在同一界面协作，极大缩短了从原型到上线的周期。第三个就是它的 AI 协作功能，像 FigJam、Figma Make 与 DevMode 的结合，让 AI 可以自动生成界面、布局和原型。第四个是生态系统优势，社区贡献了上万个插件和 API， 形成了巨大的生态网络效应。最后一个就是技术护城河， Figma 拥有自主研发的 Vector 引擎和实时同步算法，支持数千万级用户同时协作，这一层壁垒非常难被复制。那它第二个护城河呢，就是来自它的增长模式和财务表现。一句话总结就是高毛利和 PLG 模式等于持续增长引擎。
第一个就是依靠产品驱动增长，免费用户自然裂变并且转化为付费。第二个是净美元留存率 NDR 高达了 129%， 说明老客户每年还会继续扩大支出。第三个就是截至到2025年第二季度，它的财务表现非常稳健。比如说，营收是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1%， 毛利率约为 90%， 自由现金流率 24%， 实现持续正向现金流。第四个是当前的市值约为272亿美元，资产负债率极低，手上的现金超过了15亿美元。最后就是国际化潜力，虽然 85% 的用户来自海外，但是目前贡献营收仅约占 50%， 也就是说还有1倍的提升空间。当然了，没有哪一家高成长公司能一路顺风。Figma 的主要隐忧可以概括为6点。第一个就是竞争升级，比如说像 Adobe、Canva、Sketch， 他们全面推出了 AI 协作功能，价格战和渠道战同步展开。第二个就是市场预期高，那它 IPO 后估值超过30倍市销率，一旦增长放缓，股价容易承压。第三点就是货币化瓶颈，免费用户基数庞大，但是转化率有限，企业客户获取成本偏高。第四个是国际化难题，不同地区支付体系、语言和合规限制都在影响扩张速度。第五个就是解禁和波动风险了。2025年第4季度，部分锁定股将解禁，短期内或许有抛压。第6点就是 AI 赛道的不确定性，生成式 AI 模型趋同，如果说差异化不够的话，壁垒就会被削弱。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Figma 当前其实正处在高成长、高估值、高竞争这个三角平衡中。它凭借技术和生态领先，稳居云协作设计赛道的制高点。第二点就是它的订阅收入稳定，现金流充足，为中长期扩张提供了基础。第三点呢，就是行业增长空间仍然很大，但是竞争者入局，估值高位带来了波动风险。第四点就是它的关键命题，那就是 Figma 能否通过 AI 与 Dev Mode 延伸，实现第二曲线增长，同时国际市场突破货币化瓶颈。所以说 Figma 正处在从产品领先到平台领先的关键拐点上。如果它能够在未来3年里持续保持创新节奏和执行力，它将不只是一个设计工具，而是下一个 SaaS 生态标杆。然后我们进入到 Figma 的基本面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股权结构。从持股分布可以看到，公司内部人员的持股比例约为 31.3%， 这包括创始人、管理层和早期员工，说明核心团队对公司仍保有相当的控制权。同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达 60.3%， 其中包括基金、投行和长期账户等，这反映市场对 Figma 基本面的高度信任。在流通股中，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接近 88%， 意味着股价波动相对较小，但是机构集中度较高。目前约有41家主要机构持股，包括 A16Z、T. Rowe Price、BlackRock 与 Vanguard 等。这样的股东阵容也为 Figma 提供了资本市场的长期支持。接下来我们看公司的资本结构。截至2025年10月20日 ，Figma 的总市值约为 272.9 亿美元，市场对其未来成长性有着极高预期。债务方面，公司几乎没有长期负债，总债务仅为6470万美元，债务杠杆水平极低。另一方面 ，Figma 约有 15.9 亿美元现金，这个为研发与国际扩张提供了充足安全垫。此外，公司还有约 3.29 亿美元的其他资产，包括短期投资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扣除现金和债务后，企业价值约为 260.9 亿美元，略低于市值，说明现金充裕，结构稳健。在风险方面，主要可以从市场情绪和空头仓位来观察。截至9月底 ，Figma 被做空股份达到了1353万股，比6月底的640万股翻倍，显示短期看空情绪上升。其当前的做空比例为 7%， 略高于 SaaS 行业平均水平的 5%， 但是仍然属于可控区间。从交易层面看，空头平均回补天数仅为 1.27 天，说明流动性充足，风险可控。由于公司刚于2025年7月上市，目前还没有完整的5年期贝塔系数数据，但是整体市场波动属于上温和的。然后我们来看股息，目前 Figma 尚没有启动现金分红政策，所有利润和现金流主要用于产品研发、AI 能力建设和全球市场拓展。不过，如果未来公司开启分红，
以预测每股收益 0.3 美元为基础，在不同派息比率下，年化股息收益率将落在 0.05% 到 0.32% 之间。换句话说 Figma 更倾向于持续投入成长，而非短期分红回馈。对投资者来说，这也是典型的成长型 SaaS 企业特征，重研发、轻派息。我们再来看它的盈利能力，整体评级是 B 级，表现尚稳健，但是仍有上升空间。首先来看毛利率，过去12个月 Figma 的毛利率高达 90.77%， 远高于 SaaS 行业平均的 75%。这说明它的订阅模式和云协作架构拥有非常强的盈利弹性，也反映出 Figma 在成本控制和产品溢价上的优势。再看 EBIT 利润率大约是 5.17%， 公司已经实现了营业利润转正，但是依然处在早期扩张阶段，研发投入相对较重。这意味着虽然短期利润有限，但是长期成长潜力巨大。净利率方面 Figma 的净利率达到了 11.6%， 这个在新上市的 SaaS 公司里属于罕见的正数表现。大多数同类企业在这个阶段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为负 85.8%， 主要是因为上市初期股本摊薄和高研发投入造成的账面亏损。但是资产回报率 ROA 依然维持在 5.1%， 略高于行业均值。整体来说 Figma 的盈利质量不错，正在从增长优先逐步向盈利平衡过渡。接下来我们看成长性，这一项的评分是 A 减，也可以说它是 Figma 核心的亮点所在。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约为 48.4%， 明显高于 SaaS 行业平均水平的 20%。未来12个月，公司预计营收增长在 33% 到 37% 之间，全年营收将突破10亿美元。这说明即使在行业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 Figma 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目前公司刚刚实现营业利润转正，因此还没有公布未来 EBIT 增速或者是长期的 EPS 预测。不过从收入结构来看，订阅占比持续上升，说明增长质量较高，粘性也更强。此外，尽管市场估值开始修正，但是长期成长潜力依然领先行业。简而言之 Figma 的成长曲线仍然处在高位平台期，它有望通过 AI 协作和企业级服务打开下一阶段的营收空间。最后我们来看估值， Figma 当前的整体评级为 B 级，属于高估值但合理区间。从市盈率来看，公司过去12个月的市盈率为116倍，未来12个月的预测市盈率更是接近188倍，显著高于行业平均的35到40倍。这说明市场对其未来增长依旧乐观，资本市场仍然愿意为它的故事买单。从企业价值来看， Figma 的企业价值和销售额比高达29倍，而典型的 SaaS 企业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有10倍，这意味着市场仍然将它视为高速成长性公司。但是由于 EBITA 规模较小，大概是5500万美元，导致企业价值和 EBITA 的比高达475倍，说明公司仍在早期盈利阶段。市净率约为 10.9 倍，市现率约 92.7 倍，这两个数字也反映出投资者更多的是在押注它的生态优势和未来增长潜力。那整体而言 Figma 的估值虽然不便宜，但是考虑到其技术壁垒、用户粘性和生态网络效应，当前的溢价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市场对它的定价更多是基于成长逻辑，而非利润逻辑。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一下整体的行业定位。在协作设计与云端 SaaS 领域， Figma 的市值大约是272亿美元，企业价值260亿美元，团队规模约1700人。虽然体量远小于 Adobe 的1500亿美元的市值，3万名员工，但是它已经进入了全球创意协作赛道的前5名，与 Atlassian、Monday.com、Asana 等公司并列。需要注意的是 Figma 目前仅有9位华尔街分析师覆盖，相比 Adobe 的40位、Atlassian 的32位，说明它仍然处在机构研究初期，市场定价空间还存在较大的弹性。另外，像 Canva、Sketch、Miro、Notion 等公司虽然与 Figma 同属协作设计赛道，但是由于仍然为私营公司，未在资本市场披露市值、企业价值或分析师覆盖等数据，因此目前没有办法直接纳入横向对比。那换句话说， Figma 其实是少数在公开市场上可以量化分析的云端协作平台代表，它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整个协作设计行业的资本化进程。接下来我们看股价表现，
由于 Figma 是2025年才上市的新股，目前只有1个月的数据，短期下跌约 4.2%， 整体仍然属于震荡整理阶段。相比之下， Adobe 在过去1个月下跌约 2.3%， 而 Monday.com 和 Atlassian 等跌幅更大，分别达到 12.5% 和 11.4%。可以看出，整个 SaaS 设计与协作板块近期都受到市场情绪影响，普遍承压。不过，这个阶段的短期调整并不代表基本面恶化，反而可能是高估值赛道在财报季前的健康修正。从资金流向角度看， AI、生产力和云端协作仍然是市场主线之一。这一页我们来看财务稳健性，也就是负债水平。Figma 的表现相当突出，它的总债务仅为6470万美元，而账上现金高达15.9亿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净现金公司负债率仅为 4.5%， 在同行中最低。相比之下， Adobe 的负债率超过了 56%， Atlassian 超过了 90%， 这说明 Figma 几乎没有财务杠杆压力，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融资灵活度。简单来说，它是少数没有债务负担的高成长 SaaS 公司，这也为它后续的研发投入、AI 布局和国际扩张提供了安全垫。我们再来看成长指标，截至目前 Figma 的营收同比增长 48.4%， 远高于 Adobe 的 10.6%， Atlassian 的 19.7%， 以及 Monday.com 的 30.2%。 从增速上来看， Figma 是整个表格中唯一仍然处在高速增长区间的公司。虽然它的上市历史较短，还没有形成3年或5年的复合增长数据，但是单看这一年的表现， Figma 的成长性在同业中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可以说 Adobe 是稳健型选手，而 Figma 则是高速成长型选手，二者的估值体系、投资逻辑其实完全不同。最后我们来看盈利能力， Figma 的毛利率高达 90.8%， 几乎与 Adobe 持平，但是远高于 Atlassian、Monday 和 Asana， 这说明它的订阅模式和云端架构带来了极强的利润弹性。不过 EBIT 利润率目前仅为 5.2%， 仍然处在投入期，净利率为 11.6%， 在新上市的 SaaS 公司中已经算优异了。从自由现金流来看， Figma 的自由现金流率达到了 34%， 已经接近 Adobe 的水平，这对一家刚上市的公司来说相当难得。至于 ROE 和 ROA 目前为负，主要是因为股本扩张和研发投入拉高了短期亏损，但是这些支出换来的是未来的长期护城河。换句话说， Figma 现在不是利润故事，但是它正在快速向现金流故事转变。整体看下来，它在4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它的增长速度最快，负债最轻，利率最高，现金流健康。与 Adobe 相比，它更轻、更快，也更灵活。与 Monday 和 Asana 相比，它的商业模式更成熟，生态更封闭。这让 Figma 成为了设计协作领域中唯一兼具成长性和盈利性的公司。未来的关键变量在于它能否维持这种高速增长，并且逐步建立起与 Adobe 相抗衡的协作生态壁垒。那看完财务和同行表现，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分析师目前的态度。目前共有9家机构对 Figma 给出了评级，整体共识为持有、中性，其中大约2家给予了买入评级，7家为持有评级，而没有任何机构给出卖出评级。这说明分析师的态度偏谨慎，但是不悲观。一方面，他们认可 Figma 在营收增长、毛利结构等方面的强势表现，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当前估值已经处于较高区间，市场短期内对其增长空间的预期可能已经部分反映在股价中。换句话说， Figma 目前处在好公司高估值的典型阶段，分析师更多是在等待业绩兑现、估值消化之后再重新评估其上行空间。同时，买入评级数量减少，反映出机构投资者对新股普遍持谨慎态度，但是没有卖出评级，也说明分析师普遍认为下行风险有限，市场情绪属于稳中观望。接着我们来看目标价，根据9家华尔街分析师的最新预测， Figma 未来12个月的平均目标价为68美元，相对当前股价约为 55.7 美元，意味着大约有 22% 的上行空间。其中最高目标价是85美元，最低目标价为49美元。从区间可以看出，机构之间的分歧并不大，普遍认为 Figma 的合理估值区间仍然在50到80美元之间。这个目标价结构反映出一个特点，分析师对 Figma 的中长期增长依然乐观，但是短期更关注估值消化和盈利兑现。
简单来说，他们并不担心 Figma 的方向，只是希望看到更多财务层面的验证数据。目前，市场对 Figma 的共识是，它是一家具备极强产品力与成长性的 SaaS 平台，但是仍然需要时间让利润和现金流追上估值。机构态度虽然谨慎，却并没有转向悲观。目标价区间也表明，市场仍然认为它具备双位数的上涨潜力。接下来，在视频的最后，我们将进入多空观点总结，看看多头和空头分别怎么看待 Figma 的未来。从多头角度来看 ，Figma 的基本面仍然稳健。首先是增长动能强劲，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约为 41%， 净美元留存率 NDR 达到了 129%。即使季度指引略有放缓，全年营收仍然有望突破10亿美元。其次是超高毛利率与自由现金流。Figma 的毛利率长期维持在 90% 以上，属于 SaaS 行业的顶级水平。自由现金流率接近 24%， 显示其盈利质量和现金创造能力兼具。第三点就是资产负债表极度稳健，公司账上拥有 15.9 亿美元现金，总债务仅为6470万美元，属于净现金结构。这个意味着它不需要举债就能够持续投入研发和国际扩张。第四点是 AI 与国际化增长潜力。新推出的 Figma AI 和 Dev Mode 正在拓展用户群体，不仅服务设计师，也延伸至开发者生态。同时，大约有 85% 的月活用户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国际化和本地货币化潜力仍然巨大。最后，长期壁垒与行业地位。Figma 已经形成明显的网络效应和协作粘性，在团队设计和企业协作中逐渐形成行业标准，正加速成长为 Adobe 之外的第二大创意生态。但是从空头角度来讲 ，Figma 也存在不容忽略的风险。首先是估值过高，截至2025年10月，公司的前瞻市盈率约188倍，企业价值和销售额比约为29倍，远高于 SaaS 行业平均的是30到40倍左右。市场对其持续高增长的预期已经极高，任何放缓都可能引发估值修正。第二点就是增长出现边际下滑，公司第三季度指引的营收增速为 33%， 相比上一季度的 41% 明显下降，说明核心市场趋于成熟，边际扩张的速度正在减弱。第三点就是竞争加剧， Adobe、Canva 等巨头正在全面发力 AI 协作和设计功能，而新兴的设计平台，比如说像 Runway 等，也在吸引资本和流量，市场的注意力开始分散。第四点就是盈利指标尚没有完全修复，虽然净利润转正，但是 EBIT 利润率仅为 5%， ROE 仍然为-85.85%， 反映 IPO 后股权稀释和摊销压力仍然非常重。倘若无法进一步改善运营杠杆，估值消化的速度将受到限制。最后是宏观和情绪风险。高利率环境倘若持续，科技股整体承压，这类高估值成长股往往会成为机构资金撤出的首选。那综合来看 ，Figma 当前属于典型的高增长、高估值、高执行要求的阶段。如果它能够持续保持 30% 多的营收增速和 90% 多的毛利率，并且成功将 AI 和国际市场的拓展转化为新的付费收入，那么它的成长预期仍然有机会被市场进一步验证。但是另一方面，估值已经反映了多数乐观假设，一旦增长路径放缓或者是成本结构恶化，股价的下行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因此，对于具备中长期视角、能承受波动并且看重成长性的投资者， Figma 是一个值得持续跟踪的标的。但是对于追求稳健或者是低波动的资金而言，当前的风险和回报比仍然偏高。那 Figma 的故事是一场关于增长和兑现的拉锯，它不再只是一个设计工具了，而是在用协作、AI 生态化的力量重新定义创意行业的未来。问题是，在高估值和高期待之间，这家公司还能走多远？你怎么看 Figma？ 是下一代的 Adobe， 还是被高估的 SaaS 明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 AI、SaaS 以及科技成长股的深度分析，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